原来是兰若寺啊！哼，书呆子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！这里连活人的落脚地都没有，更别提客栈了。趁着天还没彻底黑透，原路退回山下，还能保住你这条小命。小生进京赶考，路遇大雨，想借宝地避避寒风，若有惊扰，还望海安。哼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！你既然不听劝，半夜听到什么动静，别怪老子没提醒你。子曰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圣人的意思是，妖魔鬼怪既然来了，小生就让他们安葬在这里。不是，你这书箱里装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地上还砸出了个3尺深坑？小生不曾习武，所以平时手无缚鸡之力。毫无缚鸡之力？是啊，我一个弱书生，出门在外，只好带点防身之物。哼，花里胡哨！到时候就算你喊破喉咙，我也不会拔一下剑。再会。习矣，不好犯赏，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怎么突然好冷啊？公子。夜深路重，奴家一个人在外头好冷，让奴家进去替公子红袖添香可好？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”姑娘深夜造访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实在有伤风化。小生还要温习功课，还请姑娘早些回去歇息。哼，这傻书生死到临头都还在拽文。那门外的玩意儿臭味儿，闭着眼都能感觉出不对劲儿。公子既然不肯开门，奴家只好自己进来。姑娘且慢。子曰：“君子不纵则不威。”意思就是，君子打人如果不下重手，就树立不了威信。姑娘坏了小生的读书规矩，就这么走了，恐怕不合礼数。这位兄台，小生刚才略施拳脚，动静大了些，没吵着你歇息吧？这到底谁是妖怪？我这30年的道法算是白修了。原本还觉得这兰若寺破败不堪，不是个读书的好地方，可现在看来，这里简直是老天爷赏赐的宝地。随便跑出来一个不讲礼数的孤魂野鬼，就能让我对圣人学问的理解加深一层。若是在这里多住些时日，把孟子7篇全部读透，进京赶考的路上，岂不是更加稳妥？燕兄，小生决定了，小生打算在这兰若寺叨扰半个月。这里的环境极其清幽，正适合闭门做学问。等小生把孟子彻底读透，再启程进京也不迟。清幽，这鬼地方方圆10里连个活物都没有，地下埋的全是白骨，夜里群魔乱舞，这位也管这叫清幽？我即将迎来化形天劫，正需要吸食999个男子的阳气来稳固根基。
偏殿里那个源头抵得上成百上千个普通男人的精气，只要吞了那个人，我就能立刻突破妖王境界，称霸这方圆100里的黑山地底。只是那画皮鬼死得太快了，连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传回来。姥姥，婉晴去后院偏房探清那个书生的底细，若是能将他引出偏房，我便把骨灰坛还给你，放你转世投胎。公子，夜雨寒凉，奴家在山中迷了路，可否讨口热水喝？姑娘，夜深人静，你衣衫湿透，这般模样在外行走，实在有伤风化。小生虽与燕兄在此歇息，并非孤男寡女，但你这副模样进来，亦是极不妥当，还请姑娘去别处避雨。在这兰若寺待了10几年，我见过贪婪的、好色的、假正经的，唯独没见过看到我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第一反应居然是批评我穿得太少，还一本正经搬出屋里还有个燕兄来拒绝我的人啊！这书呆子病得不轻，连送上门的女鬼都要先训一顿礼义廉耻，还非得把我给扯进来。只能这样了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只要男人下意识地伸手来扶，这样我的阴气就能瞬间顺着对方的掌心钻进七窍，将对方的神智迷得神魂颠倒。那是极度纯粹的至阳气血，混合着刚领悟的浩然正气，对阴邪之物产生的本能反噬。原来姑娘也是不讲规矩的邪祟，小生本以为你是迷路的良家女子，没想到竟与之前那画皮鬼是一路同操。黄口小儿，似你化成老母的养料。孟子曰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姑娘，小生观你面带凄苦，身上虽有阴气，却无多少害人的业障。你深夜来此试探，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这玩意儿叫读书人，这远比我那树妖姥姥可怕多了。一会儿他不会觉我喘气儿声音太大，过来也和我探讨学问。擦擦吧。姑娘既然没有沾染害人的业障，小生自然不会随意动粗。孔孟教导我们要以人存心，以理存心。刚才就是那只手，徒手捏爆了姥姥的本命根须，我哪敢不接啊！奴家将捏婉晴，求公子饶命！奴家来此试探，实属无奈。姥姥扣了我的骨灰坛，若是不听话，便要将我打得魂飞魄散。估计这位活阎王是真的不清楚状况，这时候我必须体现出一点价值，否则在这破庙里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混不上。林兄弟，他口中的姥姥是盘踞在兰若寺地底的千年槐树妖，刚才兄弟捏碎的那张鬼脸，正是那老妖婆的一截本命根须。这树妖即将迎来化形天劫，急需吞噬极阳之物来稳固根基。兄弟你这般气血，在他眼里就是十全大补药。他派这女鬼来，就是为了摸清你的底细，强扣他人骨灰，阻人轮回转世，此等行径毫无仁义可言。更何况他还屡次3番派邪祟来打扰小生读书，实在是不讲道理。本来以为这书生听到千年树妖的名头会忌惮，可这位他关注的重点居然是打扰了他看书。千年树妖这回算是碰上硬茬了啊！那老妖婆被毁了本命根须，遭到反噬发疯了。她本体虽然因为天劫将至被死死困在地山深处，但她调动了全寺的怨魂和毒藤，她用阴气封死了偏殿，是想把我们活活耗死在这里。看来这树妖是不打算让小生安生读书了。燕兄，劳烦你看顾一下这位聂小姐，小生去清理一下院子里的误会，顺便隔着地板教教这位邻居什么是非礼勿动的规矩。不过尔尔。子曰：不学礼，无以立。邻里之间讲究个和睦，你这般胡搅蛮缠，弄脏了小生的院子，
实在是有辱斯文。既然你躲在下面不肯出来听教诲，那小生只好受点累，先打扫打扫院子。找到你了，那小生现在就亲自把规矩给你送下去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圣人的意思就是，真正的强者是不屑用武器杀死对方的，极致的力量打死对方才是仁慈。燕兄，院子里的污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那邻居想必也听懂了规矩，今夜应当不会再来打扰我们温习功课了。地底下那头千年树妖哪是听懂规矩，分明是被那一脚震断了半条命啊！方才外头风雨交加，那邻居又是个不识礼数的粗鄙之物，闹出些许动静，惊扰了燕兄歇息。小生在此赔个不是。兄弟严重了，严重了！那邻居确实欠管教，兄弟你这番以德服人，想必他以后定会安分守己。这位聂姑娘身子骨实在太弱，不过是外头打了个雷，又淋了些雨，竟吓得晕厥过去。燕兄，劳烦你去后院寻个干净的陶剑，生火烧些热水来，总不能让她就这么躺在地上，实在有违待客之道。给女鬼烧热水，女鬼怕地上凉。这活阎王是真把鬼当娇弱千金养啊！他那是淋雨吓晕的吗？他那是被你一脚踩出的纯物理震荡波，生生震散了护体烟气，好吗？聂姑娘，醒醒，地上凉。姑娘莫怕，外头的污秽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小生是个读书人，说过不会伤你，便绝不食言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小生先前听你说，那树妖扣了你的骨灰坛，阻你轮回转世。原本以为自己今晚必死无疑，要么被书生打得魂飞魄散，要么任务失败回去被姥姥折磨致死。完全没料到这个活阎王居然还记挂着我随口说出的一句苦衷。是，奴家的骨灰坛被姥姥埋在兰若寺后山的乱葬岗里，那里有一座9阴聚骨阵，有姥姥的贴身侍女蛊女看守。若是没有骨灰，奴家便永远离不开这方圆10里地，只能任其驱使。强扣骸骨，此乃大不敬；阻人向善，此乃大不仁。这兰若寺的规矩确实该好好改一改了。不过今夜已深，此时去后山扰人清梦，终究失了礼数。姑娘且在此安心歇息，待明日天亮，小生温习完功课，再随你去后山走一遭，找那位蛊女好好讲讲道理。至阳气血，浩然正气，这书生竟能将肉身练到这般地步，那一脚踩断了我半条命，更是将我积攒了100年的阴气震散了30%。天劫将至，若是不补足亏空，本座必死无疑。只是单凭自己现在的状态，若是那书生找上门来，绝对十死无生。去黑山，把本座那半截养了300年的太阴雷木挖出来，送去给黑山老妖，告诉他兰若寺来了个硬茬子，请他派内卫过来助阵。只要能度过此劫，本座愿奉他为主。想不到我修道30载，今天居然用道家真气来给女鬼烧热水。祖师爷您可别怪我啊，要怪就怪人家拳头大。林兄弟，水烧好了，麻烦燕兄直接给那个姑娘吧。让我一个修道之人给邪祟端茶倒水，这要是传到道门祖庭去，我燕孤寒的牌位怕是都得被祖师爷批了。谢谢道长。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这根本就不是在读书，这简直是在用气血锤炼天地。在抽后山的阴气，阵法提前动，9阴聚骨阵全开了。那老妖婆疯了，她受了重创，现在是在无差别吞噬乱葬岗所有的游魂来填补亏空。
这女鬼的骨灰坛就在阵眼，照这个抽法，腾不过半炷香就会魂飞魄散。这个动作我可太熟悉了。半个时辰前，这位爷就是这么放下书，然后走出去，一脚踩断了千年树妖的半条命。燕兄，孔圣人教导我们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小生本想大度些，容他们活过今晚，明日再去讲道理。可这邻居大半夜施工扰人清梦不说，还强抢弱女子的本源，实在欺人太甚。不等明早了，小生现在就去后山教教他们夜里该怎么保持安静。先前为了给那位火祖宗烧水，硬生生耗去了30年苦修的道家真气。此刻我丹田内空空如也，连榨出一丝余力都觉得经脉刺痛。更何况道家真气至阳至刚，专克阴血，若是粗暴地灌入这晕死的女鬼体内，怕是当场就要将她超度得魂飞魄散。奇怪，这女鬼心口处何时竟盘踞着一团奇异的暖意？那暖意霸道绝伦，却又被控制得极其精妙，正死死护住她即将溃散的最后一丝本源。莫非是先前灵岩念书在她体内留下了至阳气血？魂来！还是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吧。夜半施工，大兴土木，实在是有辱斯文。快看，阵法最中心有几个贴着黄色封贴的骨灰坛。那个就是我的骨灰坛。站住！姥姥有令，九阴巨骨阵运转期间，擅闯后山者，杀无赦。这位姑娘有礼了。子曰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夜已深了，诸位在此大声喧哗，制造噪音，不仅扰了小生读书的清静，还强抢这位聂姑娘的物件，实在有违礼法。可否行个方便，停下这阵法，将骨灰坛还来，大家各自安息，岂不美哉？哪里来的酸腐书生？莫不是读书读傻了？小的们，给我撕了他，吸干他的阳气！看来诸位是不愿听小生讲道理了。你到底是什么妖怪？既然诸位不愿听文理，那刚好小生也略通一些拳脚，借此教教诸位夜里该怎么保持安静了。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夫子的意思是，对于你们这些怪异乱神之物，他老人家不想说话，只想用怪力打死。拦住他，用阵法压死他！姑娘，背后伤人，非君子所为。不过小生念你修行不易，再教你个道理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来了小生面前，那就安葬在这里吧。这一晚碎的不仅是千年树妖的炸坟，还有我那30多年的道心啊！聂姑娘，你的物件小生替你讨回来了。公子大恩，奴家结草衔环，万死不辞。姑娘言重了，物归原主罢了。燕兄，这后山清静了不少，小生觉得这兰若寺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，我打算在此常住半个月，好好研读孟子。若是那邻居再敢半夜扰民，小生不介意去地下教教他什么是斩草除根。这爷居然还要常住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的书生都这么会玩反差的吗？刚才单手捏爆了蛊女的脖颈，又像拔萝卜一样把九阴巨骨阵的阵眼连根拔起。这春雨下的连绵，山道实在泥泞难行。聂姑娘还没恢复，且莫要摔了聂姑娘。现在别说是让我抱女鬼，就算你让我把乱葬岗的墓碑挨个擦一遍，我燕孤寒也绝对会卷起袖子干得热火朝天。公子救命之恩，奴家无以为报。
如今骨灰已回，奴家愿常伴公子左右，做个天香研墨的粗使丫鬟，但凭公子驱使，绝无二心。聂姑娘快快请起。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小生不过是路见不平，顺手讲了讲道理罢了。这偏殿宽敞，你若愿意留下，便在角落安置吧。红袖添香也是一桩雅事，只是小生读书时偶尔会出声，还望姑娘莫要嫌弃聒噪。林兄弟，折腾了一宿，你也早些歇息。我去后院看看还有没有干柴，天亮了再烧壶热水。有劳燕兄。是阵眼被毁的反噬，让我损失了近1半的阴气，自己苦苦积攒了100年的本源，正在顺着断裂的根系飞速流失。天劫将至，如果不能在下个月圆之夜补足亏空，我定会在天雷之下灰飞烟灭。可我现在连一根树枝都不敢探出地面了。那个穿着衣衫的恐怖怪物刚才跺在地上的那一脚，直接震碎了我布置在后山的18道防御禁制。黑山那边可有回信？黑山老妖收了你的太阴雷木，答应会在3日后派那位大人前来助阵。撑过这3天，只要那位大人一到，管他是什么懂艺术的异类，都得自食恶果。从今夜起，直到黑山援军抵达，全寺上下封山折符，任何人、任何邪部不许靠近偏殿100丈之内。谁敢弄出半点声响，触书生眉头，姥姥亲手抽干他的魂魄，点天灯。日上三竿，偌大个兰若寺死寂得像个巨大的坟墓，没有鸟叫，没有虫鸣，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轻得出奇。难道这帮妖魔崽子转性了？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这兰若寺虽然破败，但胜在清静。看来昨夜的道理，邻居们是听进去了。傻才敢靠那木案太近。孟子曰：无善养武，浩然之气。赵秦岭。这活爹大早上就让我在火炉边烤火吗？连眉毛都快远去了。此谓成于中，行于外，不君子。一定要忍住啊！只要撑过3日，等那位大人来了后，我让你跪着唱征服。燕兄，这干粮吃的口中无味，我看后山林木茂盛，想必有不少野味。不如小生去打2只山鸡，咱们中午改善一下伙食。什么？又要来？这活爹还让不让我们这些妖怪活呀？后山哪来什么野味儿啊？连一声鸟叫都没有，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好肥的山鸡！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韩非子记载，宋人有耕田者，兔走触猪，折颈而死。小生一直以为那是预言，没想到今日竟让我也碰上了这等守株待兔的好事。看来这山鸡是飞得太急，撞死在树枝上了。这节枯树枝实在碍事。还有2天，我一定要忍住。这只山鸡虽然肥硕，但去了毛和内脏，剩下的肉恐怕不够3个人分。这山里的雾气倒是别致，颇有些云深不知处的意境。我看远处还有棵古树啊，正好去观赏下。30丈，20丈，那个怪物还在往前走，再往前走就要踩在我的主根上。以那怪物随手掐断本命根系的恐怖力度，一旦发现我的本体，绝对会把我连根拔起，劈成柴火。还不能动手，我一定要忍住啊！现在动手就会暴露妖气，并引来那个怪物的雷霆手段。之前林岩那一脚跺地的恐怖画面，不行，我必须让这个满嘴酸词的活阎王停下脚步。他不是要打猎吗？他不是要吃肉吗？这猪妖生性残暴，皮糙肉厚，虽然是我手下得力的2员莽将之一，
礼记有云：凡祭宗庙之礼，牛曰一元大武，士曰刚来。小生本以为这荒山野岭能寻只寻常野猪便算走运，没想到竟能遇上这等品相的刚来。看来今日何该我等大快朵颐。子曰：君子远庖厨。但事急从方，这荒郊野外也没有屠户，只能小生亲自动手了。这刚熟倒是温顺，知道自己大限已至，连挣扎都不曾有半分。这头猪腰少说也有500-600斤，加上去除了妖气后，变成了纯粹的死肉，死沉死沉的。我一个讲究体面的读书人，总不能像个莽汉一样在泥地里拖着一头猪走回偏殿，那样太有辱斯文了。那里有一棵巨大无比的老树，枝芽像曲龙一样伸向天空。这枯树的枝干生的倒是笔挺，正好折一段下来做个扁担，挑着这钢柱回去，也免得弄脏了。为了不让眼前这个活魔王看出端倪，我不仅要把妖气尽数压制在腰丹最深处，就连树皮表层残存的一丝阴气都抽得干干净净，让自己变成了一棵死得不能再死的寻常枯木啊！就这样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？活爹呀！我都把猪腰送你了，你说打猎就打猎，你怎么还惦记上砍我啦？这树生得极大，3-4个人手拉都抱不过来。这根枝条有成年人手臂粗细，长约7-8尺，笔直匀称，简直是老天爷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扁担，好木材。忍住啊，一定要忍住！诗经有云：伐木丁丁，鸟鸣嘤嘤。小生今日借贵土第一节库之，全当是物尽其用，得罪了。这枯树看着腐朽，骨子里倒挺硬气。那个是书生啊，你撇不动就撇不动啊，现在怎么还发力拽呀？如果任由他这么拽下去，我这根枝干绝对会被硬生生扯断。但更可怕的是，以那怪物随手掐断本命根须的恐怖蛮力，很可能会在扯断枝干的同时，顺带着把我的本体连根拔起。一旦本体破土而出，我这几百年的道行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。只能这样了。分量适中，入手沉稳，表面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木香。这木头外尖内脆，倒是省了小生不少力气。多完美的一根扁担啊！2天还有2天，只要再熬过2天，黑山老妖的援军一到，我发誓一定要把这个书生的皮完整的剥下来，糊在自己的树干上点天灯。切！这书生肩上挑着的那头野猪，獠牙比我的小臂还长，身上残留的阴寒气息虽然散尽了，但那股属于大妖的威压，这书生是感觉不到吗？更要命的是，书生肩上那根做扁担的木棍，那木柱上带着极其浓郁的千年槐树气息，这一看就是兰若寺地下那位主子的本体枝干啊！这尊活佛刚才到底干了什么？燕兄，水烧开了吗？这钢芒分量着实不轻，好在后山有棵枯树，借了段枝摇做扁担，总算没误了咱们的午饭。林兄弟，这扁担你从哪儿弄的？后山乱坟堆深处有棵参天老树，看着挺拔，只是内里朽得厉害。小生稍一用力，它便自己断了。自己断了？那老妖绝对是遇上了活祖宗，为了不被连根拔起，硬生生自断了一臂。公子辛苦，请净手。有劳聂姑娘，这刚设便交由你处理了。小生去温习几篇经文，饭好了换我。这黑甲猪妖我可早有耳闻，是后山有名的凶物。
寻常道家符箓打上去，连根毛都烧不掉。这头大妖体内积攒了数十年的浑厚妖力，就像是被烈日暴晒过的晨露，被一股极其霸道的力量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，连带着猪妖的骨血都被这股力量烤成了纯粹的死肉。难怪皮这么硬，这根本不是肉身凡胎能切开的东西。这辈子学过的道法，都喂了狗。燕道长，公子说他饿了，我们得快些生火。聂姑娘，你看我像切得动这玩意儿的人吗？这猪皮比铁板还厚，除非拿我的本命飞剑来锯，不然咱们今天只能抱着它啃。公子留在里面的气血还没散，顺着这道口子切。道长动作快些，莫要让公子久等。老树妖绝不可能咽下这口抽筋拔骨的恶气。兰若寺这潭被暂时压制的死水，随时都会掀起滔天巨浪。切了半炷香的功夫，才勉强割下2斤后腿肉。那是老树妖几百年攒下来的本源尸毒，寻常活人只要吸进去半口，五脏六腑就会化成一滩黑水。老树妖不敢明着跟偏殿里那位爷动手，这是要把怨气全撒在午饭上。他要毁了这头猪，率毒死院子里的2个活物。林兄，小心！燕兄，可是刀具不蹭手？小生听着动静，倒像是钝刀割牛皮。《论语》相当有云：“歌不正不实，拟而有败，色恶不实。”这荒山野岭的食材本就来之不易，若染了这等污秽之物，便只能糟蹋了。那轻描淡写的一脚，隔着虚空，直接踩碎了我附着在尸毒上的一缕分魂。我以你为傲的剧毒啊，在那个活阎王脚下，连弄脏对方鞋底的资格都没有。燕兄莫怪，小生有些吹毛求疵了。只是这入口的东西，总得讲究个干净。你继续切，莫要误了时辰。这枯木看着结实，没成想内里竟生了虫子，还会流些发臭的黑水。古人云：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”这院子里既然落了脚，总不能任由后山那些生了虫的朽木坏了风景。燕兄，劳烦你多切些肉，等吃过午饭，小生再去后山走一趟。那棵参天枯木既然生了虫害，留着也是祸害其他草木。小生去给它松松土，顺手把虫除了。松土除虫？什么？你还要来？黑山老妖的援军还有2天才到，可上面那个活阎王吃完饭就要来刨我的根了，我该怎么办？《论语》有云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聂姑娘这火候掌握的极好，这刚胄生前体格强健，肉质果然不凡。燕兄，小生这便去后山走一趟。那老树朽得厉害，又生了恶虫，小生带根棍子去敲打敲打，免得脏了手。林兄弟，这山里路滑，你当心些。那老树妖的本源尸毒都被这位爷当成臭虫踩了，我现在只求这活佛能赶紧去把那颗祸害连根拔了，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。逃是逃不掉的，我的本体扎根在此数百年，早已和整座兰若寺的地脉连为一体，强行拔根和当场自尽没什么区别。看来自己绝对撑不到2天后了。那怪物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说刨根就刨根。既然你不给老身活路，那就一起死！趁现在去吸干那个修士的精血来强行续命！不好！
该死，那可是那位爷的命根子！如果书香被毁，那个怪物发瓢的后果比树妖还要恐怖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万剑归宗。天道场。主生，退下，否则老身现在就吸干他们。病入膏肓，不仅生出恶臭瘴气，竟还敢毁我居所，伤我挚友。霸夷有云：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今日林某便以这满身德行，将你连根拔起。可恶啊！那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力量啊！那是一头披着人皮的人形凶兽。真是捡回一条命啊！你杀不了我，老身的根系连着这方圆10里的地脉，你若强子动手，整座兰若寺都会塌陷。《论语·述而》有云：“子不与怪力乱神。”孔圣人教导我们，遇到不听道理的怪异乱神，就不要再和他废话，直接用怪力把他打死。不要啊！老树妖虽然伏诛，但院子里还有2个重伤的病靠等着我处理。公子，你看，书香我守护住了，我厉害吧？林兄弟，那老树妖死了，连根拔起，烧成了灰。燕兄高义，拼死护住小生的圣上书，此等恩情，林某记下。燕兄，你肋骨断了7根，肺腑受了些震动，小生不懂那些仙家医术，只能用些笨法子替你推拿一番，过程可能有些痛，你且忍忍。笨法子。孟子有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燕兄只需静养2月，便可痊愈。”林兄弟，你这就要走？叨扰多日，也该启程了。小生还要赶路，燕兄有伤在身，便不必相送了。林兄弟，你这般惊世骇俗的武力，为何非要去考那老死的科举？以你的本事，开宗立派或是去军中搏个封侯拜将，岂不比跟那些酸儒挤独木桥痛快？燕兄有所不知，小生听闻，当今朝堂之上，那位权倾朝野的国师大人，是个喜欢生吞童男童女的大妖。满朝文武为了头上的乌纱帽，皆是敢怒不敢言，甚至有人为虎作伥。小生读了半辈子的圣贤书，最看不得这种不讲礼义廉耻的做派。既然朝堂上没人敢跟他们讲规矩，那小生就只能亲自考进金陵殿。你去金銮殿，打算怎么做？自然是用这双拳头，跟他们好好掰扯掰扯，什么叫孔孟之道。客官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劳烦掌柜，来一碗素面，一壶热茶。若是有干净的客房，再备一间。小生赶了1天的路，实在有些乏了。哟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还真有细皮嫩肉的读书人敢走夜路。小兄弟，你就不怕山里的野狼把你生啃了？圣人教诲，君子坦荡荡。小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自有浩然正气护体，寻常野兽不敢近身。
给老子闭嘴！再哭，现在就把你剁了喂狗！客官，面来了，吃完早点歇息，晚上莫要乱跑。几位壮士，孟子有云：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持人幼。诸位带着兵面，想必是走江湖的好汉，将制成装在麻袋里随意踢打，此等行径，未免有违江湖道义。你个酸如活腻了！老子们替国师府办事，给上面搜罗药引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来管老子的闲事？下辈子投胎，记得少管闲事。原来是国师府的差事。既然诸位不讲道义，那小生只好跟你们讲讲规矩了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有教无类”，意思就是，不管你们是什么东西，小生都愿意教教你们做人的规矩。这哪是书生的样子，分明是一头披着人皮的远古熊啊！点子扎手，并尖子上！身染妖邪，助纣为虐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了。国师府要这些稚童做什么？你们身上的妖气又是从哪儿来的？好汉饶命！小的们只是外围的跑腿，真不知道国师府的具体谋划，只知道上面下了死命令，每个月必须凑齐100个童男童女送到黑风岭的转运站。至于妖气，那是国师府赐下的神仙散，吃了能刀枪不入。小的们真不知道那是妖物的东西。黑风岭，小妹妹莫怕，坏人都被小生讲道理劝走了。黑风岭在哪个方向？很好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既然你们来了，就安心的长眠于此吧。掌柜的，这些钱算作打坏桌野的赔偿，劳烦你给这孩子弄点吃食，明早雇辆牛车送他回乡。看来在进京考取功名之前，我得先去黑风岭讲一讲学问了。荒山野岭，一个细皮嫩肉的赶考书生，这场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荒谬啊！这位统领，请留步，深夜拦路，实在抱歉。敢问阁下，车里装的可是附近村镇的稚童？我当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个迷路的酸俗。老子正愁今晚押车没宵夜吃，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细皮嫩肉的，生嚼起来肯定带劲儿。《礼记》有云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默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”念的什么鸟语？去2个人，把这酸奴的胳膊卸下来，给老子下酒。小生本想跟诸位好好讲讲圣人的道理，奈何诸位听不懂人话。现在，我们来重新探讨一下幼有所长的规矩。饶命！饶命啊！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啊！统领阁下，小生的规矩还没讲完，这就要走。国师府的规矩森严，要是丢了这批药引子，回去也是被扔进万蛇谷的下场，只能这样了。那可是国师府赐下的高阶神仙散，平时我都只敢刮一点粉末兑水喝，今天便宜你小子了。力气倒是不小。
现在，回答小生几个问题。黑风岭的转运站在什么位置？上面有多少人让把守？你别得意，今晚刚好是交接之日，国师府的巡山使就在山顶黑龙洞，会把你生吞了。多谢指路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君子成人之美。”既然你这么推崇那位巡山使，小生这就送你去地下等他。顺着这条山道往下走，有一家客栈，那里的掌柜会安顿你们。拿着这些盘缠，天亮后雇车回家。既然国师府的大人物今晚就在山顶，那我这个进京赶考的读书人，自然得去好好拜会一番，顺便讲讲京城的规矩。